中文里的高、低是一对反义词，但是如果你要说人的个子，高、矮，就要用矮这个字，矮。还有啊，如果他真的有点矮，我们也不会直接说他个子矮，这样不礼貌，可能会说他个子不算高，他个子不算高。矮小的树苗，我需要一个矮凳子，这些都用矮字来形容。矮，我们不说低板凳、低桌子，而是说矮凳子、矮桌子。这种惯用的搭配需要慢慢积累，常用的就是这些啦。矮的个子，矮的家具，矮的植物，矮的个子。除了矮，还有这个字低，低就比矮这个字使用范围更广一些。低，离地面很近的距离就可以用低这个字。蜻蜓飞得很低，要下雨了。蜻蜓飞得很低，要下雨了。我喜欢开着飞机低空飞行。开着飞机低空飞行。旱季要到了，水位已经降低了很多。水位已经降低了很多。另外，低是相对于高而言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高年级的学生、低年级的学生、高年级的学生、低年级的学生。他在游戏里的等级很高，我的等级很低，我的等级很低。第二个用法，要形容在一般标准或平均程度下面，就可以用低。比如，他的声音很低，他的声音很低。这次展览的话，水平很低。这次展览的话，水平很低。还有这个成语，生活里很常用，眼高手低，眼高手低。这个低呀，也是说在平均程度下面，意思是眼睛看得很高，手却够不到。手在这儿很低，就比喻要求标准很高，但实际上自己做不到。我们可能会说，现在刚毕业的孩子大多眼高手低。现在刚毕业的孩子大多眼高手低。或者说，不要眼高手低的，先从最简单的事儿开始做起吧。不要眼高手低的，先从最简单的事儿开始做起。好，第三个用法，头向下，这样就是低着头，低着头。他低着头害羞的样子，他低着头害羞的样子。你别低着头呀，拍照不好看。你别低着头，拍照不好看。他好像不开心，把头低着。他好像不开心，把头低着。你看，低着头，中间着这个字来连接。这个低字是我的头，我使我的头低着。低就当动词来用，相当于是在说低着这个状态，我正在低着头。这类似的结构是动词加着加名词，还有这些开着车，想着你，闭着眼，听着歌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动词，后面是名词。你组一些词试试看，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，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问我呀。接下来我们说高这个字，高，高，离地面很远，就可以说高。在那座高楼的楼顶，晚上会放烟火秀。那座高楼的楼顶。西藏的海拔很高，有些人会有高原反应。海拔很高，海拔很高，可以用来说高度。它可以用来说高度，就是具体的长度。比如，你说那棵树有多高呢？5米那么高吧。那棵树有多高呢？5米那么高吧。你想买多高的桌子？你想买多高的桌子？我觉得至少要90厘米高，最好买个升降桌。我觉得至少要
90厘米高。刚才说在一般标准或平均程度之下用低，那么在这个程度之上呢，就用高。他的体温一直很高，他的认知水平比别人高，你的滑雪水平比我高很多呢，这个字还可以当作是敬语来用，比如你有什么高见呢？请谈谈你的高论吧。高见、高论，意思是更高、更好的见解、论调，让别人谈谈自己的想法，在正式的场合里就可以这样说。生活里一般是说你怎么看？你觉得呢？接下来我们聊聊有关高低这2个字的成语，这几个在生活里会听到：高低错落、高低不平、高低贵贱、高不成低不就，这样就是高低错落、高低不平。高低错落呢，一般是用来形容建筑或是山，一般是说那些比较大的物体，比如大型蛋糕有高低错落的造型。重庆是个在山里的城市，楼房高低错落。桂林的山水甲天下，毛茸茸的山头高低错落。高低不平呢，是那种比较小的范围，比如刚铺的地板怎么高低不平的？刚铺的地板怎么高低不平的？这条山路不好走，高低不平的石头太多了。高低贵贱这个词比较书面，打字聊天或是正式的演讲才会用到。为什么要区分高低贵贱呢？我们之间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。为什么要区分高低贵贱呢？然后这个词呢就比较生活化了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一般是用来说婚姻方面择偶的时候举棋不定，高贵的人家攀不上，下面一些的人家呢又看不中。现在也用来指那种大事儿干不成，小事儿不愿做，结果岁月蹉跎，一事无成的情况。比如他一直单身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不愿意委屈自己。择偶的问题，如果说高不成低不就，他没有好坏的情绪，但是如果说工作方面高不成低不就，往往就是在指责一个人。比如这家新公司，你才待了半个月就要离职吗？为什么干不下去了？高不成低不就可不行呀。他那个人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，所以一事无成。好，今天我说的这3个字，高、矮、低，希望你有一些收获。下一期我们聊进退，拜拜。